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Lanc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提过了 ADHD 的脑部扫描图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地方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有兴趣。如果还没有看的话，帮我们点到上一集去看哦，这样对自己可以有更多的了解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就要跟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ADHD 的脑部执行功能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地方有哪些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，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，未来也有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了。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呢，就是 Dr. Russell Barkley， 他其实呢是一个国际知名心理师，他在 ADHD 方面其实真的是一位权威，他做了非常多年的研究，也发表了非常多本书。那在一次他的演讲当中，他其实分享了非常多的有关于 ADHD 的人呢，他们的脑部执行功能，也就是在我们的前额叶部分呢，主要是主管的我们执行功能，也就是 highly executive functioning 的部分。那他就发现呢 ，ADHD 的人发展比较慢，不代表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执行功能，只是比较慢，也比较弱一点。那对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一些影响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看吧。首先呢 ，Dr. Russell Barkley 第一个提出来就是 ADHD 的人没有办法暂停，也就是呢，在他们大脑当中呢是没有办法先暂停下来思考，然后去想一想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常常都是一个刺激就马上有一个反应，刺激就马上反应。那其实到成年人也都还是会这样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他们在伴侣过程当中呢，就会常常另外一半说一句话，他马上就开始跟他吵起来了，这就是一个刺激反应的一个状态。那就是因为呢 ADHD 的人其实很难，近乎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，先暂停思考一下再反应，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做到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一个心智图的部分，也就是 mental image。那 mental image 呢，就是代表说一个人能够就是有一个后设思考。所谓的后设思考呢，就是我们例如说常常会早知道我当初怎么样就好了。我们会有一个在事后发生了之后呢，回去反省的一个功能，然后去想到过去这件事情，如果我可以怎么做，可能会更好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代表我们有一个心智功能去维持过去的一些事情，然后透过过去的事情呢，来去反思，然后思考，然后再来从当中去学习教训跟经验。这在 ADHD 的人呢当中其实是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，因为缺乏这样子一个心智图的状态呢，所以也会造成他们对于未来，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未来的思考也会比较弱。也就是呢，很多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先多想几步，也就是如果今天这么做的话，对方可能会怎么样的回应，那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那我还要不要这么做，他们比较不会多想这么多步，而是在那个当下他马上就觉得我就是要这么做。有一个部分就是来自于呢，因为他们的过去，他们没有办法从过去的经验有这样子一个心智图去反思，然后从过去经验去学到如何用到未来的部分，所以他们在这个 mental image 的部分呢就比较弱一点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内在语言 private speech。 那一般孩童呢在到5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开始自己在那边讲话。那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当中，我们会透过这样子一个假想的一个对象，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刺激，可以有个对话，然后可以去思考对方在想什么，然后我要怎么样回应，然后对方会怎么样回应之类的。但是这个呢，在 ADHD 的人当中呢，其实是发现是比较少见的，也比较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脑部的功能。那也因为这样子呢，我们在大一点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些就是自我对话的语言会变成内化成我们的内在语言。那 ADHD 人他们就比较少有这种内在语言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的这个内在语言呢，就会不断的变成告诉我们说，怎么会这样子做呢？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？
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我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？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内化的思考。那因为 ADHD 的人呢，他们在这个部分是比较慢发展的，又或者是比较发展比较弱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内在的语言来规范他们的行为，调节他们的情绪，或者是比较符合社会期待的一个反应，或者是情绪反应之类的。那你就会发现，也因为这样呢，导致 ADHD 的人比较容易挫折、生气、不耐烦。好，那下一个呢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呢，就变成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在语言的话，我们的情绪其实就没有办法好好被规范，而我们的情绪呢，其实跟我们的动机是很有关联的。当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很有希望、很兴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兴趣去做。但是呢，在Dr. Barkley 他的研究发表当中呢，他就说了，其实呢，有 ADHD 的人呢，他们就会很难去掌控他们的动机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掌控他们的情绪，他们对于他们情绪是很难调节的。在 ADHD 的人，他们一有什么样的情绪，他们就马上发挥出来的一个状况下，他们对于他们的动机也是这样子起起伏伏的，就会很难有一致性。那也因为这样子呢，他们就非常的依赖外在环境给他们的动机，而不是一个内在的动机，不是那种因为我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，我要不断的去努力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他们太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影响，所以一件事情他们可能就觉得挫折，就会想要放弃，又或者是一件事情需要比较多的时间，他们就会没有耐心。那导致于他们不断的需要外在给他们不一样的刺激，不断的刺激他们，不断的给他们不同的动机，让他们可以持续的去做。这里呢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 ADHD 的孩子呢，常常会发现他们可以打电动，一打就打好几个小时，他们很有兴趣的，他们就会做好几个小时，但是做功课的时候就几分钟就没兴趣了，就开始发懒，不想做了。因为打电动它要求的是你全神贯注，而且马上给你回馈。所谓的回馈就是如果你不专心，可能就怎么样，就输了，那你就要重新来。所以它很要求就是你能够马上的回馈，不断的刺激你。那这对 ADHD 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一个对于他们大脑来说是一个外在刺激他们很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去做，有一个立即的回馈。但如果你是写功课，因为没有立即的回馈，你写完之后就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会发生，你就是写完功课。所以对他们来说呢，这没有所谓的外在刺激，就没有外在动机，没有外在动机呢，他们就没有那个动力想要去做。这就是为什么呢 ADHD 他们可能在学业上会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 Mind's Playground。所谓的 Mind's Playground 呢，就是指说我们能够在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，在此时此刻立刻去想到，那我面对这个困难，我能够有哪一些不同的解决方案，去想到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不同的策略，去想到未来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。这个是最高度的一个执行功能，那也就是我们人类的脑部发展功能最高等级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执行功能，那我们才会有不同的发明。因为我们就会想说，这件事情卡住了，那我们要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这对 ADHD 的人来说呢，其实是相对困难，当然也是很多人都很困难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对于 ADHD 的人来说呢，因为他们就是比较难去思考未来性的部分，然后所以他们就对于未来不同解决策略、思考策略对他们来说就会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。那以上这5种执行功能，也就是暂停，然后第2个是你的心智图，第3个呢是我们的内在语言，然后第4个呢是自我动机，然后第5 Mind's Playground 就是有多元思考的一个状态。因为 ADHD 的人呢，在这几种发展的比较慢，或者是比较弱，所以呢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ADHD 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，他们的反应呢都是当下立即，一有什么他们就马上反应，然后做事情呢也都比较冲动一点，他们也很难去
控制他们分心的程度。一有任何一个外在刺激，他们的注意力就被拉走了，这是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状态。那他们也很难去反省他们的过去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，然后从这当中呢去学得汲取这样子一个教训，然后去反省，甚至用内在语言去规范自己未来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。那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时候不管是父母或者是另外一半对于 ADHD 的人感到非常挫折，因为你不断跟他讲说不要这么做，他都还是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就好像讲不听。但其实不是他刻意不听，而是他不会特别去记住。那他就是忘记了，或者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又想到要这么做，那所以他就会不断重复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部分。那因为 ADHD 的人呢，他们对于时间的概念是非常差的，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其实 ADHD 的人呢比较容易迟到啊，或者常常会算错时间之类的，那也因此比较难去规划未来到底应该要怎么做。那他们通常都是比较是活在当下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呢，这样子的一个 ADHD 的执行功能，他们脑部执行功能跟一般人不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对于他们有更多的了解，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今天会有这样子的反应，又为什么他今天会这样子一件小事情他就会这么生气，或者是这么容易的挫折。又或者是呢，他们可能在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上面可能就是比较差一点，又包括说呢，他非常需要外在的激励、外在的鼓励，他们才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动机。那这些都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好好跟他们相处。又或者是呢，家长们如果知道的话呢，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，去引导自己的孩子，让自己的孩子呢能够更适应怎么样去自我管理，或者是能够有不一样的方式去管理他们的生活。希望这一集的分享对大家会有帮助。如果你觉得对自己或身边人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下分享哦，或者是在下面帮我们留言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。最后不要忘记了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，未来我们有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。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